你坐夜车走山路的时候，有没有在转弯时感觉车身忽然变重？不是刹车点头那种重，是整辆车像被人从上面按住了一样，悬架吱呀一声沉下去，然后又慢慢弹回来。老周告诉我，那种感觉如果在雨雾天出现，车上的人最好别回头看后排，因为能按住一辆行驶中汽车的东西不会是人。这件事儿是2023年春天听一位朋友讲的，朋友姓周，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人。认识他的时候，他55岁，干了大半辈子的白石先生，从扎纸烧灵到开路安葬，什么都碰过。他说不上什么大师，但盐津那种两边都是悬崖，中间夹着关河的狭长县城里，凡是解释不清的事儿，最后都会找到他头上。老周不是那种喜欢吓唬人的人，相反，他话很少，喝多了也不爱提自己干过的活。那天我们在宜宾吃豆花饭，和风吹过来还有点凉，路边摆摊卖香烛纸钱的老太婆已经收摊了。老周把最后一口豆花喝完，忽然放下筷子，看着马路对面停着的一辆灰色面包车，问我有没有在车上经历过一种感觉，车子明明在上坡，身体却像在往下坠。我说没有。他用筷子头在桌上画了一条线，停住，说那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邪门的一段路，发生在盐津县城通往普洱镇方向的山区公路。那条路沿关河修建，一侧是刀削般的石壁，另一侧是深谷，路面窄的两辆小车交汇都要减速贴边。雨季的时候，山上的水裹着红泥浆淌到路面上，轮胎压过去像碾在肥皂上。当地人管那段叫13拐，从山脚到垭口13个发卡弯，一个比一个紧。出事的人叫刘德富，43岁，盐津本地人，在县城和乡镇之间跑面包车客运。刘德富跑了7、8年运输，对13拐熟到闭着眼都知道哪个弯要鸣笛，哪个弯底下有暗坑。他不信神不信鬼。副驾驶上常年摆着一尊关公像，不是因为信，是因为上一任车主留下来的，他觉得搬走不吉利，就一直放着。他在司机群里最爱说的一句话是，山路上最要命的是刹车失灵和对面来车的远光，其他的都是自己吓自己。第一次出事是2021年7月中旬，一个暴雨天。那天下午，刘德富从县城拉了3个人去普洱镇方向，2个中年男人和1个年轻女人，一路上没什么异常。返程时车上已经空了，他想着赶回县城还能再接一趟晚高峰的单。雨是那种西南山区独有的暴雨，来得又快又猛。雨刮器开到最快档，挡风玻璃上仍是一层流动的水幕，天色暗得像傍晚，山体在雨幕里只剩一团模糊的深绿色影子。车子进入13拐的第6个弯时，车顶忽然响了一声。刘德富事后跟老周描述说，那个声音无法用他开车的经验来解释，不是树枝刮过车壳，那段路两边根本没有大树，只有低矮的灌木和蕨草，也不是落石，落石砸车顶是咚的一声，闷而脆，而那个声音是滋的一声，又长又沉，像一根泡透了水的湿木方，从车顶前部一直慢慢拖到尾部，木纹和金属摩擦带着黏腻的阻力感。刘德富第一反应是急刹车，他下意识地缩了一下脖子，双手死死握住方向盘，从后视镜里什么都看不见。他把车停在路边一处稍微宽点的位置，打双闪，拿手电筒下车检查。雨水斜着砸在脸上，风很大，手电筒的光柱在雨幕里被切得七零八落。他把车顶照了一遍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树枝，没有石块，甚至连一道划痕都没有。他正准备收手的时候，手电筒的光扫过车顶中间，那里有2道泥印，泥印从挡风玻璃上沿开始平行往后延伸，一直拉到车尾，宽度像成年男人的手臂，颜色发暗，在雨水冲刷下竟没有化开。刘德富伸手摸了一下，泥很凉，那种凉意不是雨水的凉，而是像把手伸进了深土里，一股阴冷顺着指尖往上攀。他刚碰到泥印，车顶内部忽然响了一声，吱呀一声，像有人在他手掌对应的位置翻了个身。刘德富猛地缩回手，手电筒差点脱手，他没有再检查，几乎是跑回驾驶室的，锁上车门，挂档踩油门，
车轮在湿地上空转了一下，才咬住路面。他一口气开出了13拐，直到看见普洱镇的零星灯火，才敢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车厢。最后一排空着，但安全带的扣绳被拉了出来，搁在座椅上，搭扣的金属片在颠簸中轻轻晃荡。他安慰自己说是之前乘客没扣好。第二天洗车的时候，车顶的泥印已经完全消失，洗车工也没发现任何损伤。刘德富把这事儿归结为雨夜疲劳产生的错觉，只在司机群里随口提了一句，说这面包车隔音不行，下雨天车顶像有人在上面走路。3天后，同样的声音又出现了，这次车上坐着一对老夫妻。老太太本来靠窗打盹儿，木杠摩擦声响起时，她突然睁开眼睛，问刘德富车顶上是不是绑了行李。刘德富说没有。老太太抬头盯着车顶看了好一会儿，脸色慢慢变了。她把外套裹紧，双手抱住自己的肩膀，低声说了一句让刘德富后颈发凉的话：上面有东西，好重，压得我胸闷。刘德富以为他晕车，把窗户摇下来一条缝，湿冷的雨雾灌进来。老太太却越来越僵，肩膀像被什么东西往下按，脖子两侧的肌肉绷得像2根钢筋。他一直盯着车顶，眼睛不眨，嘴唇发白，双手死死攥着自己的衣襟，指节泛青，直到车子驶出13拐，声音骤停。老太太的身体一下子松了下来，像被人突然放开了按着她的手。她没有出事，但下车时腿软的站不稳。临走前回头看了刘德富一眼，欲言又止，最终只说了一句：年轻人，天黑以后少跑这条路。刘德富被他看得心里发毛，嘴上却硬邦邦地回了一句：路总得有人跑。真正让刘德富开始怕的不是车顶的声音，是公司的后台数据。他挂靠的那家运输公司，每辆车都装了北斗定位终端。调度员小吴发现刘德富的车在13拐路段出现过好几次轨迹异常，地图上代表车辆的箭头会忽然停住，然后沿着来路倒退1到2公里，再瞬间跳回正常位置。小吴一开始怀疑是终端硬件故障，让人换了一台新设备装好后的第2个雨夜，轨迹再次倒退。那晚刘德富车上有3名乘客，行车记录仪拍下的画面显示，车辆始终在正常前进，没有掉头，没有倒车，车速稳定在40左右。但录音里出了状况，发动机和雨刮器的背景音之下多了一段声音，唢呐，声音很远，像从另一座山腰传过来的曲调断断续续，听不出是什么调子。但每当车辆加速，唢呐就吹得更急，踩刹车，曲调就拖长，像一支送葬队伍在等前方的人停下来。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，车停在乘客下车点之后，发动机都熄火了，录音里的唢呐声没有停，又吹了10几秒，然后有一个男人的声音贴着记录仪的麦克风说了一句话：还有位置。车内没有人说过这句话。刘德富把录音反复听了几遍，每听完一遍脸色就白1分。小吴劝他先停几天夜班线路，他拒绝了。他拒绝的理由和所有跑这条路的人一样，车贷要还，挂靠费要交，2个孩子都在上学，停1天就少1天的钱。更何况到那时候为止，除了声音和轨迹异常，没有任何人真正受伤。他开始刻意避开暴雨天跑夜路，但7月的盐津，雨水像粘在天上一样，躲也躲不掉。几天后的一个白天，他特意空车跑了一趟13拐，阳光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，照在湿漉漉的山壁上，对向车道有运煤的大货车轰隆隆地经过，护栏外面还能看见远处村庄的炊烟，一切正常的不能再正常。他甚至停车拍了一段视频发到司机群里，说所谓怪声就是心理作用，白天一看屁事儿没有。当晚他在家睡到凌晨2点，被木杠摩擦声惊醒，声音来自卧室天花板，像2根粗木杠并排贴在屋顶，从床头慢慢挪到床尾。刘德富仰面躺着没敢动，眼睛在黑暗中睁得很大。妻子睡在旁边，呼吸平稳，什么也没听见。他想伸手去推醒她，手臂刚抬起来，肩膀上忽然落下一股重量，不是疼，是实实在在的压感，像有人把一根湿木头横在他2侧锁骨上，然后一点一点的加压。他的胸口猛地一憋，
喉咙发紧，连吸气都只能吸进很浅的一口。他咬着牙把身体翻向侧面，那重量才消失，声音也停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两侧锁骨上方各有一道青黑色的压痕，2条痕迹平行，边缘整齐，像被粗木杠压了一整夜。妻子看见后问他是不是搬过重物，他说没有，只说最近开车累。从那天起，他再也不敢仰面睡觉。出事的是一个叫王贵的人。王贵47、8岁，在普洱镇开了个小建材店。那天和2个熟人一起坐刘德富的车回镇上，雨不算大，但雾很浓。车子进入13拐时，王贵还在后排跟人打电话，聊的是催货款的事，语气很不耐烦。木杠声出现时，他忽然停住了讲话，抬手揉了揉右肩。电话那头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没事儿，车里有点挤。实际上他旁边的座位是空的。几分钟后，他的肩膀开始明显往下塌。王贵先是不断调整坐姿，然后解开安全带想站起来。他刚抬起腰，整个人就像被一只手按回了座椅，膝盖重重撞上前排椅背。停车。他的声音压得很低。刘德富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，发现王贵脖颈两侧的青筋全部鼓了起来，额头上密密麻麻全是汗。他的双手抬在胸前，手指弯曲，像在用力抬着一件看不见的东西。刘德富立刻靠边停车。王贵几乎是滚出车门的，跪在湿地上大口喘气，双手不停地拍打自己的肩膀。同行的2人跟着下来，问他是不是心脏不舒服。王贵没有回答，他盯着公路旁边的山坡，瞳孔像是在迅速放大，嘴唇哆嗦了很久才挤出一句：后面有人。几个人同时回头，山路上空荡荡，雾在山腰缓慢翻涌，雨水顺着护栏往下淌，没有人影。王贵却哭了。一个快50岁的男人忽然像孩子一样抽泣，不是嚎啕大哭，是喉咙里不断发出短促的呜咽，牙齿咬得咯咯响。他想站起来，2条腿却不停打颤，膝盖一次又一次磕回湿漉漉的路面。他含混不清地说：他把下巴放我头上了，他让我抬。刘德富伸手去拉他，刚抓住王贵的手臂，王贵两边的肩膀猛地向下一陷，锁骨断裂的声音极清楚，像2根干木棍同时被折断。王贵张开嘴惨叫，声音却没有立刻出来。他的脸先是涨红，然后迅速变紫。几秒后，一声尖锐到变道的嚎叫才从胸腔里挤出来。他的身体仍在往下压，2条手臂被迫抬到肩膀两侧，肘部朝外，手掌向上，正是抬棺材时拖木杠的姿势。同行的人拼命抱住他的腰，想把他提起来，却感觉王贵像被一座看不见的石碑压住，纹丝不动。膝盖骨在裤料下慢慢鼓起，皮肤和布料一起向外顶，骨头碎裂后膝盖无力支撑，身体猛然矮下去一截，脊柱开始弯曲，不是突然折断，而是一节一节地被压下去。每一次肩膀下沉，就有一节脊椎发出闷响。他的头被无形的重量逼向胸口，下巴最后死死嵌进了锁骨之间。王贵还没有立刻断气，他的眼睛仍然睁着，从下往上看，鼻涕眼泪和口水糊了一脸。他似乎在求救，舌头已经被牙齿咬烂了，只能发出气管漏气般的嘶声。最后一下重压到来时，他的胸口彻底塌了，肋骨刺入内脏，腹部突然鼓起，嘴里喷出一口暗红色的血水，身体被压成一团，双臂却仍然保持着拖杠的姿势僵在半空。雨水很快冲淡了地上的雪，木杠摩擦声在那一刻停止了。警方和急救人员赶到后，无法解释王贵在没有车辆撞击、没有高处坠落的情况下，为什么会出现全身多发性粉碎性骨折。刘德富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拍下了整个过程，画面中始终没有第2个施加者。法医报告写的是极端外力所致，至于极端外力到底是什么，报告里没有写，也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写。王贵死后，刘德富连续几晚无法入睡，闭上眼睛就能听见锁骨断裂的声音。梦里王贵跪在雨里，头已经被压进了胸腔，双手仍然拖着看不见的木杠。更让他恐惧的是，王贵身后站着几道黑色的人影，他们没有脸，只把肩膀微微抬着，
像是在等刘德富过来接替那个空下来的位置。他白天不敢独处，夜里不敢关灯，一坐进驾驶室，双肩就会出现幻觉般的沉重感。有时等红灯，他会从后视镜里看见王贵坐在最后一排，浑身湿透，头垂在胸口。猛地回头，座位是空的，但坐垫上有2个尸手印。刘德富通过亲戚找到了老周，老周没有马上动手，他先看了行车记录仪的原文件，又查了平台的定位数据。他注意到一个细节，轨迹倒退的时候，时间戳仍然在正常向前推进，车辆的里程数也在增加，也就是说车在现实道路上前进，系统里的影子却在往回走。老周围着那辆面包车转了几圈，没有上车。那几天刚好出了太阳，车停在院子里，车顶是干燥的。他让刘德富打一盆清水来，自己把水缓缓泼在车顶。按照正常情况，水应该均匀地向四周流散，但从挡风玻璃上沿开始，水流像被什么东西挡住了，分成2股从中间绕开。绕开的位置，2条看不见的线清晰地浮在水流中。几秒钟后，暗褐色的泥印重新显现出来。老周拿出一根红绳，横跨车顶搭上去。红绳刚接触到泥印上方，立刻向下弯折出一个明显的弧度，像压在了2根实体木杠上。刘德富伸手去摸，指尖触到的仍然是平整的金属，不是东西放在车顶。老周说，是这个车的影子已经被架起来了。刘德富没听懂。老周解释说，在本地抬棺的老规矩里，抬棺杠子在途中换人休息的时候，杠子不能长时间悬空，也不能直接放在地上。民间有空杠不落地的说法，因为空杠子像是在给看不见的东西预留位置。有些老辈人传下来的说法是，送葬队伍如果在雨雾中遇上意外，弄丢了棺材，就会找活物来补上。他问刘德富第一次听到声音之后，是不是停过车，还用手碰了那些泥印。刘德富说是的。老周的脸色沉了下来，你不是被他们跟上的，是你自己停下来接了那根杠。这句话让刘德富的手指当场发麻，他下意识地揉着肩膀，锁骨上的旧压痕已经淡了，但皮肤深处仍然像嵌着2条冰冷的木头。老周让他暂停夜间的活，把车停在院子里，不要盖车衣，也不要让任何人在车里过夜。他要等下一场大雨，亲自走一趟，弄清楚那些东西到底是附着在车上，还是只守在那段路。刘德富问能不能把车卖掉，老周说，如果那些东西是附着在车上，卖掉只是把货转给别人，但如果他们认的是刘德富这个人，换车也没用。当天晚上，面包车停在院中，没有通电，车顶响了整整1夜的木杠摩擦声。刘德富一家人躲在屋里不敢出去。凌晨3点左右，车辆的双闪灯自行亮起，车内没有钥匙，仪表盘也没启动，但后排的安全带一根接一根的被慢慢拉紧。刘德富的妻子吓得哭出了声，用手捂住孩子的耳朵。刘德富站在窗边，双腿抖得几乎站不稳。他明知道隔着一个院子，隔着一道玻璃窗，但肩膀还是越来越沉，胸口被压得几乎喘不上气。车内最后一根安全带扣紧的时候，院中响起了一声很轻的唢呐，只有一个音，像有人在提醒他们，位置已经留好了。4天后，天气预报显示延津县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。老周不肯让无关的人上车，最终同行的只有4个人：刘德富本人、老周、调度员小吴以及刘德富的弟弟刘德胜。小吴负责操作定位后台和记录设备。刘德胜原本不该去，但他不放心哥哥，执意要跟着。老周反复讲了，这不是看热闹，一旦出现异常，谁都可能会死。刘德胜嘴上说不怕，真正上车的时候连安全带都扣了3次才扣好。老周准备的东西不算多，一只铜铃，一把老旧的木尺，一圈浸过朱砂的麻绳，几张写好了姓名和生辰八字的替身纸，一小袋五谷杂粮。他让每个人鞋底都压了一枚铜钱，又用红线在座椅下方连了一个圈。晚上11点，他们从延津县城出发。雨开始时不算大，城区的路面上偶尔还能看到其他车辆。小吴把手机固定在支架上，同时打开了2套定位软件和实时录像。刘德富双手握着方向盘，指节很快就白了，
驶出城区后，路灯逐渐变少，雨越来越大，山体在车灯外面只剩下模糊的轮廓。车厢里没有人说话，只有雨刮器有节奏的摆动。为了缓解气氛，刘德胜打开了车上的音响，一首老歌刚播到一半，音量忽然自行变小了，然后音箱里传出了极轻的唢呐声，起初像是电流杂音，很快就变得越来越清晰，曲调缓慢而拖长，不像迎亲，更不像普通丧乐，更像是有人隔着厚棉被，用肺里最后一口力气在吹。刘德胜伸手去按音响的关闭键，按下去之后，音乐停了，唢呐还在继续。他的手停在半空，指尖开始发抖。刚才还强装镇定的人，脸色在一瞬间褪得煞白。他咽了几口唾沫，喉咙干得发疼。哥，回去吧。刘德富没有回答，因为车顶已经响了。咔，第一声从挡风玻璃上方传来，沿着车顶缓缓向后移动，整个车身似乎随之轻轻向下一沉，悬架发出了承重时才有的闷响。老周脚边的铜铃没有人碰，却在微微震动，但没有任何铃声传出来，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把铃舌按住了。小吴低头看定位屏幕，车标停在原地不动了。车辆明明还在以40多公里的时速前进，地图上那枚表示车辆的箭头却在慢慢转向，开始向后移动。他在倒退。小吴的声音发颤，他把手机举起来给其他人看，屏幕上的轨迹线正在沿来路向后延伸，然而车窗外的弯道和护栏正在不断向后掠过，没有任何倒车的迹象。空调突然停了，车窗迅速起雾。刘德胜用袖子去擦玻璃，擦开的位置从外侧重新蒙上一层白雾，雾气像夹在双层玻璃的内部一样，谁也碰不到它。几秒之后，雾中浮出了几道细长的手指印，那些手印从车窗底部慢慢地向上移动，像有什么东西在车外面扶着窗沿，正一点一点地站起来。刘德胜的呼吸顿时乱了，他往中间缩肩膀，碰到了哥哥的座椅，整个人就像被电了一下似的弹开。他嘴里反复说那只是水汽，声音却越来越高，最后几乎带上了哭腔。小吴突然把手机摔在了脚下，他刚才切换到了前置摄像头，想拍车厢内部。现实中后排只有他和刘德胜2个人，而屏幕上却多出了几个影子，他们挤在最后一排，穿着湿透的黑色长衣，头低着，脸部没有任何五官轮廓，只有一片被雨水泡开的暗影。最靠近小吴的那个肩膀正在慢慢抬高，手机落在地上，屏幕没有熄灭，摄像头画面里那些东西还在，现实中的车厢却空荡荡的，只有座椅的皮革被看不见的重量压出了缓慢下陷的弧度。刘德胜终于尖叫起来，他扑向车门，拼命按解锁键，锁发出咔嗒一声开了，但车门怎么也推不开，像外面的雨雾把整辆车裹成了一个密闭的盒子。他用双手疯狂拍打玻璃，指关节很快就破了皮，血印一层一层地印在车窗上。让我下去，哥，让我下去！老周猛地喝止他，但话音未落，一条看不见的木杠像是压在了刘德胜的颈后，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弯下去，两臂缓慢抬起。刘德胜惊恐地看着自己的手，他拼命往下压，肘部还是一点一点地升到了和肩膀一样高的位置。他哭得满脸是泪，腿在座椅前剧烈蹬踹，身体越是反抗，肩头的压力就越重。衣料下的锁骨轮廓清晰地凸了出来，像下一秒就会从皮肤下面折断。老周抓起木尺横搭在刘德胜的肩上，木尺刚碰到他的皮肤，表面就渗出了一层黑色的水渍，尺身向下弯成了弧形。老周咬破指尖，在木尺上快速画了一道符，又抽出一张替身纸塞进刘德胜的后衣领里。那张纸人一瞬间鼓了起来，像有看不见的重量转移到了纸人上面。替身纸从肩部开始向下折叠，纸的纤维里传出了细碎的咔嚓声，像骨头被压裂的声音。刘德胜的双臂猛然落了下来，整个人瘫在座椅上大口吸气。下一秒，替身纸被压成了一小团，从内部渗出了暗红色的水迹。老周的脸色比所有人都难看，只能剃一次。车辆继续向前，刘德富踩了几次刹车，
车速没有丝毫变化，仪表盘上的速度指针归了0，但发动机的转速仍然稳定在2000转左右，方向盘变得越来越轻，最后几乎完全失去了路面的反馈，像这辆车已经不再接触地面了。小吴捡起手机，定位页面仍然显示车辆在倒退，他切换到后置摄像头，想拍车窗外的画面，却发现屏幕里根本没有公路了。手机镜头中，车辆两侧只有灰白色的雾，远处有几盏灯在摇晃，灯影下隐约走着一支队伍，而现实中车窗外明明还能看见护栏和山壁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条路。小吴说。说完之后，他的声音从车顶上传了下来，更低更慢，像被什么东西咀嚼了一遍之后又吐了出来。我们看到的不是一条路。车里的4个人同时僵住了，刘德富的胃部猛地抽紧，一股酸水涌上了喉咙，他不敢抬头，也不敢看后视镜，眼睛死死盯着挡风玻璃，额头的汗水不断流进眼睛里，他连眨眼的动作都变得困难。木杠声再次出现，这一次不是一根，2道摩擦声平行移动，压得车顶的铁皮微微凹陷，然后车顶上传来了脚步声，脚掌踩在金属上的声音沉闷整齐，但没有活人的体重感，像雨水中的尸体一步一顿地落在车壳上。小吴手机黑掉的屏幕上映出了4双赤脚，他们站在车顶，脚趾朝前，脚背上布满青黑色的尸斑，雨水从脚踝往下流，但没有一滴落入现实中的车厢。老周摇动铜铃，铃终于响了。声音刚出口，铜铃内部就传来啪的一声脆响，铃舌从根部断开，掉在老周的掌心里。他的虎口同时裂开了一道口子，鲜血顺着手腕流进了袖管。他迅速把五谷撒向车厢内，谷物还没落地，就像被看不见的风吹起一样，全部贴到了车顶上。每一粒谷物都在迅速变黑，然后爆开，散发出焦糊的气味，符和法器都压不住。老周闭眼念咒，想要辨清那些东西的位置。念到第3句，他的肩膀猛地一沉，整个人重重地跪在了副驾驶前方，膝盖撞击地板的声音让其他3个人心脏同时一缩。老周的嘴唇还在动，声音却断了。他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恐惧，脸部肌肉不受控制的抽动，握着木尺的手抖得几乎抓不住，冷汗沿着鬓角流到下巴。他用力咬住舌尖，血腥味让他重新发出声音。他们不在车顶上，他们抬的是这个车的影子。刘德富问：什么意思？老周看向他，眼神里没有任何安慰。你这辆车从你第一次停下来摸那些泥印的时候，就已经成了一副空棺材。王贵只是被拿去试杠的，真正被选中的从一开始就是你。刘德富愣在那里，车顶上的泥印，家里的压痕，夜里自行扣紧的安全带，那些都不是鬼在等待新的乘客，他们在一点一点地把刘德富固定进他们那副看不见的棺材里。他一直以为只要不开这辆车就能躲过，却不知道每碰一次方向盘，每接一单夜路活，那副杠就压得更稳一分。老周判断那些东西还没有把整辆车完全抬离现实的道路。手机画面里那支送葬队伍越近，现实中的公路就越模糊。一旦两边彻底重合，车里的人会一起消失。他能做的只有卸人，没法灭鬼。老周把朱砂绳的一端缠在车内的扶手上，另一端系在自己腰间。他让刘德富继续控制方向，让小吴和刘德胜在下一个缓坡处同时砸碎侧窗滚出去。小吴问那刘德富怎么办，老周没有立刻回答，刘德富已经听懂了。他整张脸一下子垮了下来，像是所有支撑身体的东西都被抽走了。他死死握着方向盘的手开始剧烈发抖，想说话，嘴唇张了好几次，只发出了一声很轻的我。手机摄像头里，他的下半身从腰部开始已经变成了一片漆黑，和座椅连在了一起，强行拉扯，只会在影子中被木杠压碎身体。刘德胜听见之后彻底失控了，他扑到前排，抱住哥哥的肩膀说要死一起死。刘德富也抓住弟弟的手，哭着让老周再想想办法。兄弟两个人的身体都在发抖，手指互相掐着彼此的皮肉。刘德富的鼻涕眼泪不断往下淌，
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我姑娘才9岁，我不能被他们抬走。周师傅，你再试一次，你不能把我留在车里。老周把断掉的铜铃、失效的木齿、剩下的符纸全部试了一遍，符纸贴上刘德富的肩膀就立刻湿透，字迹像被雨水冲走了一样。麻绳缠住驾驶座，纤维一根根自己崩断。老周甚至割开自己的掌心，把血按在刘德富的后颈上，想用活人的阳气暂时冲开鬼杠，也没有用。刘德富肩膀下方传来一声闷响，右侧锁骨已经裂了，他整个人剧烈的一颤，惨叫声卡在喉咙里没有出来，右臂迅速失去了力气，却仍然被看不见的东西拖在半空中，疼痛使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呼吸变成了连续的抽泣。老周终于说出了那句话：我救不了你。刘德富安静了一瞬，那一瞬间的安静比任何哭喊都更让人难受。他盯着挡风玻璃，脸上的恐惧一点一点地变成了绝望。人真正知道自己必死的时候，并不会立刻接受，反而会反复寻找不存在的出口。他看了看车窗，又看了看方向盘，脚掌疯狂地跺着刹车踏板，身体拼命向后靠，好像只要动作足够快，就能从那副已经压住他的鬼杠下面挣脱出去。然后他转过头，让弟弟照顾好自己的女儿。话没说完，另一侧锁骨也断了。刘德富张嘴尖叫，声音被车顶骤然炸响的唢呐完全盖了过去。前方出现了一段缓坡，老周把剩下的几张替身纸全部塞进了驾驶座后方，又把自己的外衣披在椅背上，想短暂迷惑那些东西。他猛地砸碎了右侧的车窗，雨雾裹着冷风一下灌了进来。现实中的公路在破碎的车窗外重新出现了几秒钟，小吴先被推了出去，身体滚进了路边的泥沟。刘德胜仍然抱着哥哥不肯松手。刘德富用那只能动的手掰开了弟弟的手指，用最后一次能喊出来的完整声音说了一个字：走。老周一脚把刘德胜踹向破车窗，然后自己借着腰间的朱砂绳荡了出去。三个人落地的时候，那辆面包车还在继续向前行驶，但车轮已经不转了。整辆车离地大概半尺，安静地滑向了前方的浓雾。老周摔断了一根肋骨，趴在泥地里抬起头。他第一次在现实中看见了那些东西。公路前方站着几道高大的黑影，他们背对着车辆，身上穿着像旧雨衣一样拖到脚踝的长衫，肩头上扛着2根湿透的木杠，头部没有五官，只有被雨水不断冲刷的黑暗。木杠后方没有棺材，没有尸体，只有一副由车灯灯光和雾气组成的巨大阴影悬在他们的肩膀上。那辆面包车正包在那副阴影里，而坐在最前方的刘德富双手已经被抬到了肩膀两侧，人还在挣扎。他从破碎的车窗里往外看，隔着雨幕，老周仍然能看见他在喊救命。车辆完全没入浓雾的那一刻，刘德富的肩膀忽然完全塌了下去，脊柱从颈部一节一节地被压短，他的头慢慢陷进了胸腔，双臂却仍然维持着托举的姿势。面包车内部传来连续不断的碎裂声，像一串被踩碎的竹节。然后车灯熄灭了，雾中只剩下唢呐的声音。三个人在泥沟里躺了很久，刘德胜想追上去，被老周死死拽住。那时候老周什么法器都没有了，追进雾里只会让那些东西多抬几个人。刘德胜一边哭一边用拳头砸泥地，手很快就砸烂了，嘴里翻来覆去喊着哥。天亮之前，有巡逻的车辆发现了他们，警方调了道路监控去找那辆面包车，监控拍到了他进入13拐的路段，但没有拍到他出来。北斗定位最后上传的位置在13拐之外10多公里的一条废弃施工便道上。第二天下午，搜救人员在那条便道上找到了那辆车，车身完好，没有碰撞的痕迹，4个轮胎都压在泥地上，但轮胎后面没有任何驶入的痕迹，像整辆车是被直接放在那里的。刘德富还在驾驶座，